大家好，欢迎来到 Rosie Starry Night， 我是小新。这一次的大众占卜主要想讨论的是人际关系方面的话题，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一个即将在你生命中出现并且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他会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他会成为你的朋友、桃花，还是事业上的贵人呢？这次想要做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群星逆行加上火星在天秤，大家比较容易感受到来自过去的阴影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不和谐。许多来找我咨询的朋友呢，也表达了这方面的困扰。那么群星逆行的格局已经结束了，目前的宇宙能量十分的适合我们展开一份新的关系。因为火星在离开天秤座之后，我们马上就迎来了天秤座的新月，而这一次的新月恰好有一次日环食，因此这一次新月的能量特别强大。虽然在日食的期间，代表过去和命运的月亮短暂地阻挡在了我们和代表未来的太阳之间，但当这个过程结束之后，我们反而能够获得了一次机会，可以透过过去的阴影来看一看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需求，并且思考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转变和成长。此外呢，天秤座的新月往往能够带来一段新的关系，在这样的能量加持之下，特别适合我们去显化一段新的善缘。在今天的占卜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一个即将来到你生命中的人，他会是一段怎样的善缘呢？他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们会如何相识？关系如何发展？而最后，宇宙又对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那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选牌。今天一共抽取了4组牌卡，那么由于是大众占卜，集合了非常多的能量，不一定能100%的贴合每一个人的情况，并且有的时候我们本人和对方的能量可能会相互置换。建议大家选择一组自己最有感觉的听取。如果你对2组都有所感应，也有可能你需要的讯息分散在不同的2组里，可以2组都进行听取，但是最好分一主一副。那么4组牌卡从左到右分别是1、2、3、4。为了方便大家进行选择，我也加入了水晶作为辅助。第一组的指示水晶是这一个苔藓玛瑙的爱心。第二组呢是这一个白色的大理石爱心。第三组是一个红色熔炼石的爱心。而最后一组，这个有一点像斑点狗的，是一个天山蓝的爱心。好的，那现在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3次，观想自己在内心问宇宙：下一个即将来到我生命中的重要的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之间会展开一段怎样的关系呢？好的，那么睁开眼睛，选取一组或者2组你最有感觉的牌卡。接下来我们后面的读牌见喽。Hello，欢迎选择到第一组苔藓玛瑙的朋友们。那么，让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你们的占卜结果吧。下一个即将出现在你生命中重要的人，他会是谁呢？首先是验证牌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看近期在你的生活中人际关系方面经历了什么，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正为雷。权杖2，恶魔牌的逆位。权杖4 ，Page of Wands， 星币8的逆位，以及圣杯8。好，那么第一组的朋友们，
这边我感受到的，你们是一群非常的有目标，也有行动力，会去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人。最近呢，你们可能刚刚经历了一次环境上的转变，很多第一组的朋友们呢，你们刚刚可能刚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这个转换呢，有可能是你接受了一份新的工作，也有可能你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开始学习。因为这一次环境的转换呢，可能你感觉到你离开了一些之前让你感觉比较被束缚的环境，比如说上一份工作，可能之前跟老板或者同事之间的相处不是很融洽，另一方面，有可能你们是离开了一个让你觉得很被控制的关系，然后之后你们现在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生活呢，目前也逐渐的稳定下来了。在这样的新的环境中呢，你们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开心的，觉得在这个新的环境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探索，也有很多让你们可以学习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呢，你们非常的精力充沛，对什么事情都还是充满着好奇，非常的开心。但是，隐隐的呢，你也会感觉到一种不安。一方面可能你周围的环境就是充斥着各种风言风语的感觉，你可能会因为这些不好的传言感到一些不安。有一些传言可能是关于你本人的，比如说你偶然得知了有一些人在说你一些不好的话，让你很担忧周围的人对你是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呢，也有可能你本人并没有被直接的所影响，但是你听到了一些言论，会开始感觉到害怕周围的动荡。比如说，你可能会听说一些关于公司的负面言论，会让你担心工作的前景，或者是说，像比如说有一些类似你拥有的特质的人，他们可能不太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这样之类的言论，会让你产生担心。而这样的环境呢，也会让你开始思考，比如说究竟要怎样才能够获得大家的喜爱呢？或者是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内心的满足？或许对于你们来说，规划工作上、生活上的东西会比较简单、比较直接。对于你们来说，我可以感觉到你们是在事业方面比较成功的一组朋友，你们有自己的天赋，然后在学习、工作，最终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立足的这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感觉都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来到人际关系这一方面，你们可能还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情感关系能够让你们获得内心的满足。或许你们可能曾经之前没有深想过，但也有可能你们觉得，只要我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人、有能力的人，那么大家都会喜欢我、爱戴我。可是事实上，等到你真的开始工作了之后，你可能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困惑，为什么即使我按照自己计划的获得了所谓的成功，可是我却并没有感觉到那么的开心呢？可能你想要一份稳定的友情、稳定的爱情，但是你发现哦，即使我给他们花了很多钱，我给了他们我自己觉得很好的东西，我尽全力的去付出了，可是我却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种称赞，或者是我也并没有因此感觉到被爱，感觉到开心和内心真正的满足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要来看一看，回归到自己的内心，你们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那么下一个来到你们生命中的人，他会帮助你进一步的在这个课题上找到真正的自我吗？好的，那么以上就是验证牌的部分。如果有觉得符合自己情况的朋友们呢，就可以继续往下听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将会在你生命中出现的重要的人，他会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首先呢，我会用占星骰子看一看这个人的综合能量如何。好的，占星骰子呢得到的是火星双鱼六，那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能量，也比较偏向于男性，很有可能他是一个你在工作中会遇见的一个年轻的后辈。那与他的外表可能不一样的是，他可能比较擅长沟通，
你们两个人呢，可能会有大量的一对一相互交流、相互在一起合作的时间。就比如说，如果他是你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你作为主管，你可能会带着他一起进行很多的项目，你可能会对他进行很多一对一的 meeting 进行一些交流。那如果是在学校的状况呢，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你的小组成员，你们会需要一起写作业啊，或者是完成项目论文之类的。由此这边看到你们的合作，大体上应该是一个比较顺利、比较成功的过程。如果是工作方面呢，比较容易得到金钱的收益；如果是学习方面呢，经验和知识都会有所增长和积累。这样看来，结果还是不错的哦，恭喜第一组的朋友们。不过呢，因为由于有火星的能量，有一些冲突可能会出现在你们的交流之中，所以呢，也并不一定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下面我们再用塔罗牌看一看，具体这个人他会是个怎样的人，你们如何相识，关系是怎么样发展的呢？The Lovers，权杖骑士，圣杯七，圣杯骑士，宝剑国王的逆位，星币四，战车，权杖二，宝剑三的逆位。那么第一章就出现了 The Lovers，说明这个对象，这个对方可能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受人喜欢的人，他就比较的善于沟通，对外的形象呢也是相对温和的，很会说话，所以呢感觉起来整体上会是一个比较受人欢迎的形象。但是你们认识的过程呢，可能就未必是一个非常好的相识，比较有一点像不打不相识，或者是，对方正在处于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有可能呢，因为从这边的能量看起来，他可能在某些地方会有一些莽撞，有一些不成熟，所以或许是他说的一些言论跟你发生了冲突，然后你们反而因为这样的事件而进行了进一步的相互了解。也有可能是说呢，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他正处在一个比较低谷的情况，或许是他想要一份其他的工作，但是他最想要的 dream offer 没有拿到，所以他来到了现在目前的这个环境，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们相遇了。彼此的第一印象呢，可能你会感觉他就是比较因为他在外的形象就像一个比较大众情人的形象，所以你有可能会觉得他挺暖男、中央空调、海王，有一点比较花心、不定性的第一印象。而他对你呢，也会觉得说，可能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有可能你们就是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念，他可能会想，如果像你那样生活的话，他会不会变得更好，获得更大的成功呢？所以他有可能会因此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你，但是一开始呢，他的心意肯定并不是非常的确定的，他只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想要看到某一个可能性进行一些探索。这边星座的能量而言呢，我觉得对方比较会像是双子、双鱼这样的星座的能量比较强。那么你们的关系发展呢，比较有可能根据之前的能量，你们会进入到一段合作之中的。但是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发生理念上的碰撞。可能你们中的一方面就比较倾向于是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会比较希望有规划、有条理，用理性的去做事。但是对方呢，很有可能他是凭借心情去做事的。那么这一点呢，就会使你们发生很大的冲突。到底要根据谁的方法去进行这个合作呢？在这个方面上会出现挺大的分歧，这也会是你们关系的一个比较大的阻碍，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你太保守，太过于固执，不知道变通。你会觉得呢，他的做法太过于冒险，很有可能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好的方面来说呢，因为你们其实都处在一个想要探索如何获得更好的人生的阶段，并且都是很善于沟通、乐于学习的人。所以呢，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克服这一种来自两个人性格、来自两个人原生的一些东西方面的冲突，看到对方身上自己所缺少的，并且能够乐意的敞开自己，接受不同的观念的话，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因为呢，它可以让你看到不同的可能性，从完全不同的人身上学习到一些很新的东西。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其实就可以慢慢的一点点去探索到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我获得更好的满足。你可以重新的去审视自己的人生，如果我的生活方式让我有了一些不好的情绪，那么用另一种方式是不是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东西，它未必就是对我最好的。所以呢，在跟这个人接触和相处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更好的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并且学会了如何去平衡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想到下一步应该用什么样的在工作和学习之外的人生方面的追求。第一组的朋友们呢，就像之前感受过的一样，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人生一直都是比较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就符合一个比较传统的价值观，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安身立命，主要是在现实方面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可是，在人际的方面，可能你们是比较不如意的，之前可能也受到过一些伤害。你们可能会感觉到，即使我事业再成功，学习再优秀，我内心还是有一个空洞，不知道怎么样去填补它。现在呢，就是你们想要转向自己的内心的时候，而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实际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帮助你找到人生新的方向。你们看呢，这段关系，从 lovers 走到战车，这样看起来呢，他先提供了一个你开启智慧、开启灵性大门的机会。如果你把这个机会把握好了呢，你就能够学会怎么的去驾驭这个战车上的黑白两种不同的能量。当你平衡好了这些冲突之后，你就可以让它载着你驶向你想要的人生的方向。那么战车的下一章是力量，也就是你可以战胜了内心，你发掘了自己内心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光芒。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里会有个权杖二和一个宝剑三的逆位。也就是说呢，在这段关系进行的过程中，其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会有一种轮回的感觉。第一组的朋友们呢，可能你们以前在人际关系方面总是会遭遇非常类似的问题，总是好像在一遍一遍的重复一些不好的体验。那么宇宙在这里，安排了这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来到你的身边，跟你进行交流。或许你们之间的关系，它的相处的过程也并不是那么愉快的，从一开始，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对于你来说，可能他一开始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好沟通，但是接触久了，可能都会感觉到他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而第一组的朋友们呢，你们是会比较根据别人的期待去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人。所以呢，你有时候你会既羡慕他的自我，然后又觉得他那样是一种自私，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宇宙也是在希望通过它来告诉你们，或许你们其实并没有分清楚到底什么是你想要的，什么是别人强加在你身上的。他是希望你能够通过向这个人进行学习，通过你们的关系，能够进一步的认识到，把自我和这个社会的压力区分开来，这样呢，你才能够追寻自己真正想要的目标，然后从而实现内心真正的满足。所以呢，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再一次的做出选择，我到底是要继续的维持现状呢，还是说我要去探寻真正的自我？
在这个过程中呢，宇宙也希望你能够突破这种循环，认识到，逐渐的去放下自己内心深处一些没有得到疗愈的东西，那一些对于你来说不好的念头、不好的想法，宇宙希望你可以放下它，改变自己在人际中的这些恶性循环的模式，从而可以收获真正的幸福。好的，那么第一组的朋友们呢，这个即将出现的人对于你来说，他有可能可以发展成为一段长期的关系，他有可能是一个桃花，但是更多的呢，他为你带来的并不只是所谓的陪伴和所谓的恋爱的快乐，这个人他的出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能够帮助你发现自我的人。宇宙让这个人来到你的身边，他更主要的是希望你可以认识你自己，你可以成为你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宇宙还有什么样的讯息和建议要给到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呢？首先是张玫瑰神谕卡，这是一张 Held Sureness of the Soil Unseen Help Support Community，这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手在捧着一颗种子。这张卡呢是想跟我们说，就像茎和根它支撑着玫瑰一样，我们投身在这个地球上呢，我们也会需要有东西支撑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的过好每一天。因为生活的压力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大，如果没有一个内心的安宁、内心的支持的来源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挫折，感受到沮丧，感受到难以继续下去。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比如说来自于亲朋好友的爱，来自于自己对工作的执着，来自于自己的想要为什么东西负责这样的态度，都能够成为你内心能够让你支持下去的来源。所以这里呢，宇宙希望通过这张神谕卡，想要向第一组的朋友传达的是，你们可以重新的思考一下，什么是你内心最大的支柱呢？究竟是哪一些人、哪一些力量支撑着你一路的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有什么让你忽视了的，让你觉得有力量的来源？重新的去想一想，能够让你是什么能够让你想起来就会觉得自己重新又充满了力量和希望呢？如果你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支柱，那么在遇到悲伤和困扰的时候，再想一想这些能够支持着你的人，你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寻找安慰，或者是如果是有你热爱的事，比如说你喜欢唱歌，喜欢美食，你也可以通过这些事来让自己重新忘记这些烦恼，然后给自己充充电，让自己重新又感觉到充满了快乐和力量。最后呢，我们再来用塔罗牌看一看，宇宙还有什么样的建议要给我们第一组的朋友。星币一，星币国王的逆位，星币皇后的逆位，以及 The Moon。好的，那么第一组的朋友们真的土元素非常的浓，这真的说明你们可能从小到大就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环境、传统的价值观之下成长的。对于你们来说呢，很可能很多你们所做的事情都背负着来自父母、来自长辈的期待。看这边星币皇后和国王成对的出现了，并且都是逆位。我会有感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会有一些原生家庭方面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你跟父母相处的不好，很可能你们感情很好，但是呢，就比如说他们可能从小对你来说是更多的给予你物质上的照顾，而并不是精神上的关怀。可能他们对你的期望也是比较高的，就比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这个环境之下呢，可能你的个人、你的自我的发展是受到了压抑的。在大部分的时候，你更多的会是承载着家族长辈的期待，去做一些社会认为对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可能
自己也习惯了压抑自己的内心，并不怎么愿意去表达情感方面的需求。或许你可能觉得你自己根本没有情感方面的需求，但是或许这并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其实有自己内心深处会需要被照顾的地方。所以这边宇宙的建议呢，是希望你重新的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或者是寻找属于自己的追求。他希望你能够做回你自己，而不是就总是像别人期待的那样去生活。像最后这张的 Moon，它也是一种比较更加的重视内心。如果即使你的内心你没有去看它，它也还是会像月亮一样存在着阴晴圆缺，它其实是会有起伏的。你不能够无视着你内心的起伏，然后只去追求表面上的成功。所以呢，宇宙希望第一组的朋友在努力的工作和学习之外，你们还可以更多的去探索一下真实的自我，更多的关怀自己，更多的爱自己。比如呢，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就像一些以前你会觉得浪费钱，或者是太过于离经叛道的事情，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或许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还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以前小时候有一些想要特别喜欢的东西，但是却因为家长的反对没有坚持下去，你们也可以重新的再去拾起这个爱好，或许你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快乐。那么这里呢，宇宙为你安排的这一个人新的关系，它其实就是一个很适合一起去尝试各种新鲜事物的对象。因为就这个能量看来，他应该是一个很会玩的人，他也会有很多奇思妙想。他希望他呢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不一样的体验，通过这些体验呢，宇宙也希望你能够从中真正的找到另外一种来自于你自己，而不是别人期待的新的内心的支持的力量。好的，在这里祝福第一组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健康平安，希望你们能找到自我，收获内心的圆满。如果喜欢我的读牌呢，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支持。那么我们下期再见。Hello，欢迎第二组选到这一颗白色大理石爱心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今天的读牌结果吧。首先是验证牌的部分，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最近你们人际关系方面的能量如何，发生了什么呢？火天大有，女祭司的父逆位，正义逆位，死神，圣杯十的逆位，星币七的逆位。好的，第二组的朋友们，这边我感受到的呢，你们是非常有福的一组朋友。大部分的时候呢，事情都能够顺你的心意而发展。比如说，你喜欢的人，他总是会喜欢你，你的付出呢，总是能够得到回报，并且感觉在物质方面呢，你们应该都比较的充裕，不太有经济方面的烦恼。因此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资源比较的丰厚，你们也更加的可以专注自己内心的追求。你们是非常在意灵性成长的一组朋友，你们有自己的世界观，你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在挑选朋友的过程中呢，你们也非常的在意这一点。所以在人际关系方面，你们是会处于一种比较的清冷孤高的状态，比较孤芳自赏。你们可能比较希望只和自己有同样的观念的人成为更深、更亲密的朋友，而对于其他的人呢，就是泛泛之交就好了。你们不会想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往往在刚刚接触到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们就会开始判断我跟他的气场是不是相合，我跟他的观点是不是可以谈到一起。如果不行呢，可能你们就会不再继续跟这个人进行更深入的连接了。接下来呢，我看到可能最近你们的生活中经历了一些比较重大的变故，有可能是经济方面的，比如说现在目前的经济环境很不好，有的朋友可能失业了，或者是有的朋友是有家族企业的，家族的生意呢，在这个时候受到了比较大的打击，也有可能是身体方面的，比如说自己或者是自己很重要的亲人得了一些疾病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故，在这里感到非常的抱歉。第二组的朋友们呢，你们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在家庭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有可能你们会需要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然后才能够帮助自己的家庭度过这个难关。因为呢，这件事情更多的应该是出于物质方面的对家里进行支持，这和你本人的追求可能是相互违背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会感觉到比较的不舒服。这样的事情呢，可能会有所抵触，但是因为呢，家里一直都很支撑着自己，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那么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真的很棒。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接下来会有一段怎样的关系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呢？它会给你带来怎样的转变呢？先用占星投资看一看这个即将来到你生命中的人，他的能量是如何的。好，占星投资得到的呢是南交处女三，这会是一个跟你有着契约关系的人，并且呢，这种契约有可能是上一代或者上一世留存下来的。那么这样看来呢，如果是工作上的契约，很有可能就是世交的伙伴。还有一种可能呢，如果是一个情感关系的话，比如说他可能是你们父母长辈小时候开玩笑跟你指腹为婚的对象，或者是有可能他是跟你有着一种灵魂的契约，你们的灵魂以前曾经约定好了，要一起来地球上体验和学习。如果是这一种的话呢，你们可能就会有非常相似的人生课题，你们可以一起去面对和从中获得成长。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用塔罗牌来具体的看一看，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样出现到你的生活中的，你们的关系会如何发展，最后又会走向何方呢？星币国王的逆位，星币八。The Lovers 逆位，宝剑四逆位，Justice 逆位，星币十，权杖一，女皇的逆位，宝剑骑士逆位，还有星币骑士的逆位。这边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能量啊，有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家族的联姻，有可能呢，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需要去跟这样一个家里面介绍的对象组成新的家庭，然后联合两家的家族企业，使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稳固。另外一种的情况呢，也有可能是，你们需要跟另外一家企业进行一种合作或者是收购的关系，从而呢能够摆脱目前的困境。这也和前面看到的契约的能量比较相吻合。这个关系并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更多的是关系到你背后的家族和对方背后的家族。这样的契约呢，应该是在一些长辈或者是权威，比如说业内知名人士的牵线搭桥之下而开始的。那么第二组的朋友们呢，你们可能对这件事情本身是心存一定的抵触的，因此呢，
一开始可能会出现不太愿意和对方进行交流的情况。如果这是一个涉及了情感的关系，也就是你们是相亲的关系，那么可能对你来说，本来相亲这件事情就是你所不喜欢的，你希望的是能够自由的去追寻一个灵魂的伴侣。那么如果是家族企业合作的关系呢，可能对你来说，保持自己企业的独立性，去追求梦想是更重要的。所以尽管为了家族的利益，你会和这个人认识，但是你其实一开始并不很希望跟他进行深入的交流。那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也是家境比较优渥，自己家有一定的基业的人，但是呢，他会更倾向于自己去付出，脚踏实地的努力，这其实是很好的品质。他不像那些本来家底比较丰厚的人，可能有些人会好吃懒做，或者是比较去追求一些享乐。他反而呢是那种比较愿意去工作，比较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脚踏实地来守护家庭的类型。在你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呢，对方可能对你的印象会比较偏向于，你不太愿意去面对现实，你比较会希望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永远不要醒来。但是呢，这个情况来而言，又是你必须要起来去面对的。可是或许你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这一切，所以在各个方面会显得有些别扭。而你对他呢，你可能会觉得他对你的很多评价都是一种偏见，但这点上或许也是你们的相似之处，因为你们各自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你们也会真的在别人面前表达出来自己的这些真实的观点。那么有的时候，这些不同的思想发生了交集的时候，就会让人感受到一些不舒服、不适应。如果是比较过于的坚持自己的观点的话，就会让别人感到你是比较带有偏见的去看待事情的人。在这一点上，可能你们会对对方有着类似的感受。可是呢，你们之间的关系一开始是以合作为目的所建立的，他们给出的条件也是非常的好的，就是对方的资产和对方的一开始的诚意都是很足的，他们会捧出这一些所有的一切，然后会给你一个计划，会比较希望带着一种大家一起创造一个更加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企业的目的，一开始来进行着这一个合作。可是这个合作的推进呢，它可能会因为第二组朋友你们的态度会有所受到阻碍，因为之前也说过，对于你们来说，可能这件事并不是一个很符合你们心意的事，而在之前你们的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都是顺着你来进行的。遇到了这件事，你不得不去妥协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会显得比较的缺乏热情，然后比较的冷淡，比较不愿意去配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这个合作的推进就会受到一定的阻碍。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呢，这个关系也会让你们感受到一直顺风顺水的人生来到一个被卡住的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他们可能会让你重新的去反思，我是不是应该能够敞开自己去接受更多不同的思想。因为如果一直都很顺利的话，其实我们反而会被局限，我们可能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可能很容易觉得自己想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只有当我们碰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到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去成长的。那么这个人呢，他其实跟你真的很像，所以在前面的占星投资中，我们也看到，可能你们有一种灵魂契约的关系，你们有很类似的人生课题，需要一起去体验它。在这个相似之处呢，或许就是你们也都是那种比较坚持自己的想法的人，你们可能也都是会觉得自己认为的世界才是正确的，可是他眼中的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和你的大概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们都在坚持自我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强烈的分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们其实是可以学会去接受对方，接受不一样的观点的，因为这就是你们需要学习的，就如何不带偏见的去看待所有的事物，如何在这个所有的可能性中找到一个对自己来说目前更好的选择。它可能就会像你的一面镜子，以人为镜，可明得失。你以前可能会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会觉得，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想，我只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好了。但是因为你们以前所有的事情都比较的顺利，并不会因此而遭受到什么挫折。可是在这个目前的关口，你很需要得到对方的支持，你很需要让一个观点和你完全不一样的人喜欢你，愿意帮助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会感到很委屈，因为你会觉得我必须要扭曲我自己，才能够帮助我的家庭，才能够帮助他们度过这样的难关。可是呢，但我们不应该这么去理解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如果我们总是认为一个事情是对的，它是一种非常单一的价值观，这会使我们变得狭隘。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是很多元的，它不同的渠道也可以走向最后更加圆满的结果，并没有一种就是固定的事情，我只能坚持它，我一定要那个样子才可以。所以呢，宇宙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个人这一段关系，能够调整自己，打开自己。因为如果你总是坚持着同一种观点、同一种思想，那么相当于你也就放弃了自我成长、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或许通过这一段关系，或许通过和这个人认识，你会发现你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你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你可以去做一些你之前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事。而接受一些观点，它并不是痛苦的，反而呢，如果你把一些观念改变了，它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调整心情，更好的迎接生活。所以就目前来看呢，这一个即将出现的人，他会带着诚意、带着计划、带着资源向你走来，是会希望跟你好好的进行合作的。但是第二组的朋友们呢，非常有可能因为你们的比较冷淡、比较的抵触，会导致这个合作的进展推进的比预想中要缓慢。那么希望第二组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先想清楚这一个合作到底是不是你所想要的、你所需要的，然后再根据这个事情做出调整。如果你一边抵触，一边又要去发展它，很容易就导致内心产生纠结、产生内耗，这对你们长期来说是比较不好的。因为这边也可以看到你们是非常的享受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一组朋友。如果因为这样的情况，你们进入到了一个钻牛角尖的状态之后呢，或许靠自己还是有点难走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宇宙还有怎么样的讯息和建议要给到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首先是这张玫瑰神谕卡，The Reunion, Soul Recognition, Collaboration, Partnership, Friendship。那么第二组的朋友们呢，就像我们之前在占星骰子中看到的一样，这个人很可能跟你有着前世的契约，或者是来自同一个灵魂家族。你们的相遇其实是一场重逢。对于第二组的朋友们来说呢，可能你们之前经常会感到孤独，经常感到自己和很多人都不一样。你们也逐渐的去学会了如何享受这种孤独，但是这张牌是宇宙想要告诉你，每个人都不是孤独的，我们都有着自己的灵魂家族。有的人可能会以为，如果是灵魂家人的话，那就应该是灵魂伴侣的关系，但事实上呢，我们通常说的灵魂伴侣，通常是特指了已经通关了课题的灵魂家人。但在没有通过自己的课题之前呢，这个关系通常会以业力关系的形态而存在。在这样的关系中呢，你要通过自己的课题，还要学习如何的去爱。首先，很有可能你们都有相同的课题要去体验，那么
当宇宙在让我们考验通过课题的时候呢，总是会设下一重重的磨难，让我们通过磨难去学习成长。所以呢，你们很可能会遇到非常类似的问题，或者是就像这个牌面上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可能你和这一位伴侣，你们之间共同的问题呢，你们可能很容易通过一些自己的价值观去筛选自己的朋友。如果价值观和理念不太一致的话呢，你们可能就会很快的离开这一个人。但是，实际上这是可能是一种共性，但是因为你们两个人之间本身的价值观差异太大，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你们很可能就会直接转身离开。可是，在目前这个关口，是通过一些外部的困难，宇宙需要让你们两个人一起合作去克服。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可以学会去了解，学会去通过如何在更长的时间的接触之下，更好的去理解一个人，走进一个人。进而呢，了解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这样呢，也能够拓宽了你的人生的体验。就像神谕卡呢，也是在说，那些来到你们身边的人，或许他们一开始表现的和你们意见不合，或者是很不一样，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来和你竞争的，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你的敌人。你应该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他们，是否他们应该是你的伙伴或者是合作的对象。就像这张卡牌上面写着 collaboration，如果你用一种合作的态度，用一种和对方可以成为朋友的方式去和他们进行交往，或许随着你们关系的发展，你会发现这样的生活体验也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然后呢，经由这样的合作，你可以解决目前的困难，并且展开一种新的、更为立体的人生。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Temperance 逆位，Queen of Cups 逆位，恶魔牌，星币骑士的逆位。好的，就星座能量而言呢，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是比较偏向风象的，参考太阳、月亮上升，比较偏向于水瓶、双子的能量。而对面呢，这个你即将遇见的人呢，他比较偏土象，摩羯、处女的能量比较强。那么本来风象和土象呢，会有一点理念上的差异，会有挺多的不协调的地方。他们来说呢，就是理解，相互理解其实是更难的。如果呢，你希望和这一个人相处得更好，可能就需要你多运用感性方面的力量，多注重一些感受。我们知道呢，像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本身如果风象的能量比较重呢，你可能会是偏向于更注重灵魂和内心的思维想法的。而土象的呢，他们会更偏向于身体上的享受。它不仅仅指的是男欢女爱，所有感官上的享受也包含在内，比如欣赏美食、美景，喜欢漂亮的衣服、华丽的装扮，或者是做 SPA。实际的一些东西，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切身利益的，所以要将这两种不同的东西调和在一起呢，是蛮重的功课。我们知道呢，要有很强大的爱和信念，才能够真的完全去理解一个和自己截然相反的人。所以呢，如果你们需要，你们想要跟这个人保持一个关系，你们可能就要学会也多从身体出发，或者从感受的角度出发，而可能需要你们改变一些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的观念，有一些可能你们觉得是自我堕落、自我放纵，但是它未必就一定是坏的事情。这一切对于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来说，可能会让你们的精神世界受到很大的冲击，可能你们还是会不希望自己被污染，很有感觉需要为现实而有所妥协。可是宇宙希望你们知道，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希望你是能够
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并且决定了之后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要就是瞻前顾后的夹在两个选择之间左右为难，一直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如果是你们已经决定了要接受这个人的 offer，要和他进行合作，或许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就要开始学习怎么样接纳不同的思想，怎么样去理解对方。那么如果你最后感觉真的实在无法忍受，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必须要和这样的人一起去完成一个项目，或者是也没有办法接受，如果这是一个联姻对象，你不想跟这样的人一直在一起生活，那么对你来说也是可以帮助你更坚定地认识了你自己，更坚持你自己之前的想法。你可能之前还会有所摇摆，我是不是应该更现实一点？你和这样一个很现实的人真正的经历过，然后了解了他们是怎么看待世界，他们是怎么生活了之后，你发现啊，这真的不是我想要的。我以后还是希望按照我自己以前所坚持的方式生活，那么以后你就再也不会出现那一种摇摆了。这样的一种经历呢，对于第二组的朋友们来说也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希望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你们自己最适合的选择。那么我们今天的读牌就到此结束啦，在这里祝福第二组的朋友们健康平安，希望你们可以一切顺利。如果喜欢我的解读呢，欢迎点赞、订阅支持一下。那么我们下期见。Hello，欢迎选择到第三组这个红色熔炼石爱心的朋友们。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你们的读牌结果吧。今天我们将用卡牌，来探索你的人生下一个即将出现的重要角色，他会是谁？你们如何相遇？然后呢，我们首先是验证牌的部分，会先来看看在人际关系上，最近你们经历了什么事情，它对你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山泽笋、权杖七、宝剑十的逆位、权杖王后、权杖侍从、圣杯六的逆位、圣杯九的逆位。第三组的朋友们，在这边感觉有点心疼你们。这边我感应到你们是一群非常的内心充满了力量，并且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这样一组朋友，并且呢，你们非常的重视友情，非常的重视自己的人际关系，你们很乐意去帮助他人，有的时候过于助人为乐，甚至到了一种即使损害自己的利益，也希望能够帮助别人的程度。那么这样的你们呢，有的时候可能也并不是一定都被别人所认可，并没有从别人身上得到你们所想要的、所期待的感谢。对于你们来说，有的时候可能你一直的去付出，也只是为了想要坚持下去，想要去维护这一个关系。这虽然让你们非常的受伤，可是你们却不愿意因此放手。但是这对于你们来说呢，也会逐渐的损耗你们的能量。目前可能你们的状况就处在一个比较低谷的阶段，你们会觉得精力就比较弱，不像以前一样非常喜欢跟大家一起出去玩了。然后你们也会开始内心出现一些失落和迷茫，会感到自己的付出是否并不是那么的值得。自己无私的去奉献，但是好像别人并没有看得到这样的付出，也并没有因此呢珍惜你们的心意，或许会让你们产生自我怀疑，并且也不确定以后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别人相处，才会让自己觉得更快乐。可是这边你们的能量呢，能看得到是非常的强大的，你付出的一切，宇宙在之后一定都会回馈给你们。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即将出现的人，他是不是就是那一个会让你重新感到快乐起来，重新又找到内心力量的人呢？首先，我们用占星骰子，这边占星骰子得到的是冥王双鱼九。所以呢，这个人他比较有可能是你们在灵性成长道路上的同路人，有可能呢，你们两个人都对心灵健康、灵性成长这方面的话题很感兴趣，并且想要进行深入的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呢，遇到了彼此，比如说你们都上了同一个兴趣班，学习一些心理咨询方面的知识，或者是灵性方面的修行。然后或者是你们在一些相关的平台上，比如说你们都看同一个博主的视频，在下面留言，然后认识了。之后呢，你们可能会感觉交谈起来比较的愉快，相处起来比较的有共同话题，因此会进行进一步的了解。下面我们来用塔罗牌看一下一些更具体的信息。你们是如何相识了之后呢？关系又是如何发展的呢？战车逆位，宝剑九逆位，宝剑十逆位，宝剑七，星币一的 Moon， 星币十的逆位，恋人牌，然后宝剑骑士。从这边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个人，他其实在你们遇到的时候，他本身的确也是处于一个身心不平衡的状态，所以呢，这也就和之前的讯息有所吻合。你们是出于灵性学习的目的，在进行着类似的事情的时候相识的。那么他呢，本身可能就有一些控制方面的议题，他有的时候是当他自己能够比较好的平衡的时候，他是比较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可是呢，在这个时候你们相识的时候，他会是一个处在比较失衡的情况之下，他也陷入了很多的迷茫，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想法太多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去决定要听取哪一方的意见，他就没有办法再找到一个前进的方向。那么你们认识的过程呢，也像我们说，你们都是感觉很受伤的情况，然后你们想要进行一个疗愈，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可能你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就有一边会比较像那种网上说的杠精的感觉，别人说点什么话，他都要找一个理由来反驳之类的，有一些比较无意义的，想要去总是会下意识的去表达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观点，可能这样的人一开始都会让人有点感觉不讨喜。另外一方呢，只是更加有亲和力的感觉。对于单身的朋友们来说呢，这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你的桃花，只不过呢在这个桃花的就是和他相处的过程会比较更加偏向于一些暧昧的拉扯，它可能会导致你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忽明忽暗的，不是那么的确定和明朗。它可能会让你了解到呢一些很新鲜的观念，很新鲜的体验，可是呢，你却会因此患得患失。暧昧总是很刺激的，当你收到他的信息的时候，你可能会特别的开心，达到了一种情绪的高峰。可是呢，那种不确定又会让你受尽委屈。所以呢，在这里，它可能并不是一段能够维持的很长久的关系。因为你们的相识的情况呢，两个人都比较受伤，需要相互疗愈。那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中呢，当我们分享秘密、分享心情、相互鼓励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对对方产生情感上的依赖。但是这种依赖并不一定是一种
我们说的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爱情，它有可能就是建立在没有足够了解的基础之上，只是一种情感层面的需求。可是呢，如果你们要真的想要发展成一种长期的关系，你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探索双方的另外的其他的方面是否真的处于一种契合的状态，并且呢，最后这边有一张宝剑骑士，它也是一种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能量，就很像是你们短暂的相遇了，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走进对方的内心，那么可能也会就很快的分开。并且这边也会感觉到有一种风险和冒险的那种能量，你们可能会一起做的一些决定，它并不是十分明智的，因为你们目前都处在一个比较能量低谷的状况。那么这样子呢，如果你们去贸然的尝试一些高风险的事情，就比如说类似于赌博啦，或者是玩一些那种游戏或者是投资，它都有可能并不是特别的能够获得收益。但是呢，对于你们来说，你们两个人的相识，它是会是一种很好的陪伴，并且他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向你们反映在过去的经历之中，到底是什么让你遭遇了这些挫折感。就比如说，可能对方会告诉你，你的那个虽然你会一直对朋友进行无私的物质上的付出，但是可能你的言语上并没有表达出来，你言语上没有让别人知道你做了这些事情，它有多么的可贵，多么的重要，或者是你也没有用一种很好的态度去进行付出，那么这样子，别人虽然就会有点像那种刀子嘴豆腐心，别人虽然得到了实惠，可是他又觉得自己被索取了情绪的价值，所以就因此也没有对你的付出感到非常的珍惜。这有可能是一种情况，你可以从跟这个人的相处之中，观察到这一点。那么可能他呢，他本人可能会有一些控制方面的议题，就比如说他可能会对自己亲密的人总是表现得非常的强势，想要掌控对方的一切，那么这样的情况会让人想要有所逃离。如果你也感受到这一点，并且反馈给他的话，可能他也会对此进行一些改变。所以呢，你们之间的相遇是一种灵性上的成长的安排，它有可能会发展成一段恋爱关系。可是这个恋爱关系是否能够长久，就要取决于双方另外的方面能否更加的契合，你们是不是真的能走进对方的内心。现在目前来看呢，是它会比较以一种暧昧的关系开始，而可能就是一种很快的开始又很快的结束，不一定能真正的进行一种更深层次的连接。但是即便如此呢，通过这一段体验，你们也能够就是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或者是你们可以找到自己内心的矛盾之处，然后重新唤起你们内心深处的力量。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宇宙对此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The sacred union, beloved within, inner and outer relationships。这张玫瑰神谕卡很美啊，这一个人他被绽放的玫瑰所包围着，所以呢，这张卡是在想要告诉第三组的朋友们，你们是被爱着的，你们不但被自己爱着，也被周围的人爱着。然后你们需要坚定这样的信念，你们需要找到自己的内心所爱。可能你们很多时候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别人的爱来感受到自己的魅力，感受到自己的能量。这边呢，会感觉你可能总是会想要通过和别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来证明自己，来感受到这种被看到、被簇拥的感觉。可是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努力的为别人去付出，来取悦他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经营好和自己内心的关系。你们也要在内心深处，你要找到
你的内在的力量。然后呢，你要明确的知道，在跟别人的关系虽然很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你和你自己内在的连接。因为对于你们来说，第三组的朋友们，你们的内心才是你们的力量的来源。你们之所以耀眼，是因为你们内心有着这样的光芒。你们的光芒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的人，就算没有你们和别人的关系，就算你们没有为他们付出那么多，你们依然是值得被爱的，你们依然是特别耀眼的存在。那么如果你尽力的去付出了，可是却没有得到回馈，只能说明就是不懂得珍惜的人，宇宙是会让他们离开你的。他们看不到你的好，那么他们离开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好的，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塔罗牌会有怎样的建议。Page of Cups， 太阳牌，权杖4，隐士牌的逆位，出现了太阳牌。第三组的朋友们呢，我可以感受到你们有非常强的狮子座的能量，而对方呢，可能是比较偏向于双子座的。这边星座的能量呢，主要参考上升太阳、月亮。所以就像之前说过的，你们是非常的内心充满着能量和光芒的一组人，并且呢，你们也非常的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和爱戴。但是可能由于你们的慷慨大方，在前不久被某些事情所辜负了，你们现在会想要去探寻到底为什么，到底你将来应该怎么做。可是这边呢，宇宙还是想要让你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它都没有错，它是非常宝贵的一些品质。就像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像你们的身上拥有的这种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它真的是非常难得而可贵的。这些你们所有的付出，它都并不是会毫无回馈的。如果是那些看不到这些好的人，他们离开了你们，那么其实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因为你们可以不用再向那些不知道感恩的人去再付出你们的能量，你们可以把这些能量留给那一些更值得的人。这边宇宙要给你们的讯息呢，首先就是希望你们还是能够像以前一样，保持着单纯快乐的心情，要多注意身体的健康，要维持心情明媚，因为这两点对你们来说很重要。之前也说过了，你们的自身就是你们能量的来源，所以呢，你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特别呢，对于第三组的朋友们来说，你们的心情，你如果能够一直很开心、很自信的话，会更加容易自然而然地吸引到那些同样的同频的能量。然后你们在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宇宙也希望你们可以考虑一下，从更长远的角度去看看这个关系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更稳固的阶段。并不要一开始就总是无条件的对任何人都进行你们的付出，因为有的人他们可能在你相处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可能跟你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长久的关系。如果持续的对他进行抱有期待呢，可能就会感受到一种失落，最后呢，受伤的还是你们自己。所以呢，宇宙知道你们这一组第三组的朋友们，你们都非常的有魅力，非常的有能量。最为可贵的是呢，你们知道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并且你们可以去付出这一种爱。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体验过，有些人甚至都不相信这种无条件的爱存在。所以呢，你们本身就是美好，你们本身就充满着温暖的力量。那么，我们希望这种力量，它并不会因为遭到了一些辜负，就丧失了它的光芒。那么宇宙肯定是会希望说，你们能够保持着自己的信念，那么好的人、对的人就会来到你们的身边。这一次，目前你们接下来将会遇到的这个人，他可能不一定是那一个会一直陪伴你走下去的人，可是呢，他会让你学会怎么样去识别一段是否应该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关系。他
这边的能量看来就是你们目前的阶段来说，你们是一个相互疗伤的关系，而我们也会经常说，不要在刚刚分手或者是刚刚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进入一段关系，因为这个时候你分不清楚你对对方到底是依赖还是真的爱，所以呢。在第三组的朋友们，可能你们以前总是会循环类似的体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在当你失落的时候出现的人，你总是会想要格外的珍惜他，格外的对他好。可是很多时候呢，当回归了生活，两个人回归了正轨了之后，可能会发现相处上的很多摩擦，退掉了那一层滤镜，退掉了那一层拯救与被拯救的情节了之后，可能会发现并不是很适合一直继续下去。这个时候，如果你们还是不愿意放手，那么就会让自己承受更加多的痛苦。所以呢，这个人的出现可能也是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可以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遇见他，如果当我们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都好起来了之后，我会不会还继续的喜欢这个人，想要和他做朋友，或者是想要和他成为恋人呢？如果是他身上的哪些品质吸引了我，对我来说是很可贵的呢？并且呢，在和别人经营关系的时候，宇宙也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到，你们不需要通过那些特别多的外在的付出去维系每一段关系。当然，你们可能并不是想要通过付出去维系关系，而是就发自内心的想对别人好。所以这样的你们真的是，你们本身就是特别的值得被爱、被珍惜的。这也是希望你们可以一直相信的事情。当你们低落的时候，从内心深处要感受到自己是始终被爱着的，被宇宙、被你自己、被你身边的那一些和你能量相同的人深深的爱着。好的，那我们的读牌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第三组的朋友们为这个世界带来了这么温暖美好的能量，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健康平安。如果喜欢我的解读，可以考虑点赞、订阅支持一下。那么我们下期再见。Hello，欢迎选择到第四组天山蓝爱心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你们的占卜结果吧。将会有什么样的人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之中呢？首先是验证牌的部分，在人际关系方面，你们前阵子有什么样的经历？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呢？雷地狱、星币8的逆位，星币5的逆位，星币2、宝剑7的逆位，权杖4的逆位，圣杯6。那么第四组的朋友们，可能你们前阵子真的是一段比较困难的时期，你们可能是想要自己进行一个创业，或者是转换工作，想要追寻一下自己的梦想。然而呢，可能环境并不是很好，或者是资源还不够充裕，准备还不够充分，所以呢，这一次的行动看似是比较没有收益的。你们可能损失了稳定的工作，损失了稳定的收入，还有如果你们是和朋友一起创业的话，可能对方也并不是很认同你的理念和计划，导致了一种分道扬镳的感觉哦。但是你们现在呢，可能已经逐渐的平衡好了这一切，逐渐的又回到了一个正向的轨道上来。但即便如此呢，你们的内心其实还是非常的波涛汹涌，非常的充满着起伏的。可能一方面呢，你们会有一种被朋友背叛了、被背刺了的痛苦，你们又那些不稳定、不安定的感觉又让你非常的难熬。但是呢，你们可能身边还是有支持着你们的亲人，他们会无条件的支持你的决定，也因此呢，在这一点上对你们来说还是比较有宽慰的。
在这边看到的能量都是目前，你们处在比较不稳定的状态。其实呢，之前想要去进行一个创业呢，或许也真的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所以呢，你们的行动在你们的盟友看来可能就会比较冒险，所以才导致了这一次的分离。我们可以感受到呢，第四组的朋友们，你们是有梦想或者是有野心的，你会觉得人生不止于此，不应该被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困住，而想要去创立一番自己的事业。然后呢，你们的身边是有这样的朋友或者家人在无条件的支持着你，愿意让你去冒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转变的。可是这一次的失败呢，会让你感受到一种不确定和迷茫，因为放弃了稳定的一切，好像也并没有换来你希望的那样的结局，反而呢，因为一些高风险的决定，因为一些理念上的不合，一些你的支持者反而他们离开了你，这样呢也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挫败，非常的痛苦。之后再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的话，你可能也会感到很难交付出自己的信任。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会不会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能够帮助你解决目前的困扰呢？先来用占星骰子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能量。好，占星骰子得到的是火星金牛12。这一个人可能是一个之前你们不是很熟的人，或者是说是很久以前认识，但是很长时间没有联系，甚至都快要把对方忘掉了的人。但是他会是你的朋友，他也有可能给你带来新的工作的机会。这个人呢，可能他和你本人的能量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是你们都会比较有野心，比较想要去挣钱的这样的一个伙伴。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可能是比较偏向男性的一种角色。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塔罗牌有什么更具体的信息，关于这个人还有你们之间的关系。这边抽到权杖5、Temperance 逆位、圣杯3、力量、Page of Cups 逆位、宝剑9的逆位、宝剑3逆位、权杖2的逆位、权杖1，还有宝剑7的逆位。好，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对象他这个对方他的确是比较偏火星的能量，他本人而言呢，可能就是一个挺多想法，比较有行动力，也不怕麻烦，不去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人。很多时候呢，他可能会想要尝试各种不同的事物，有的时候东西可能想法太杂，想要做的事情太多，反而导致了就是什么事情都可能推进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你们的相识呢，比较有可能会是在一个那种酒会上，就庆功宴啊，或者是比如说你们想要创业，会去参加那种创业者的聚会，或者是年底的年会之类的，一些很多人聚在一起交谈和庆祝的一个场合。可能会涉及到，就是比如说喝酒啊，然后对方可能就会喝醉啊之类的，或者是你们其中一方会比较，显得在第一印象方面的话，就你们一方呢是会比较显得雄心勃勃的，会想要大展宏图的一种感觉，而另外一方呢，可能就会有点玩世不恭，喝得有点醉醺醺的，说话也比较让人感觉有点点幼稚，有一些不靠谱的感觉。
但虽然是这样呢，你们之后可能还是会进行一种更加深入的交流，你们可能会发现彼此之间会有很多相似的想法，你们应该类似于两个人之间非常深度的交流自己的想法之后呢，就会发现你们有类似的目标啊，或者是你们有一些理念比较合，有可能会想要和对方进行一些合作。因为在事业上的这些相似的想法，并且呢，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想的都很多，都会有一些比较可能别人看来不切实际，就在别处受到了批评，却在这个人这里得到了认可的一些想法。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你们也会比较容易拉近距离，并且呢，因为可能经历过了类似的失败，你们也会更好的在一起，有很多共同话题，然后也可以以此去总结，究竟为什么过去你们做的一些事情没有得到期望的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们可以慢慢的去放下过去那些不成功的体验所带来的痛苦，开展一些新的计划。这对于你们来说，双方都是比较愿意去推进这件事情的，然后你们是比较有可能可以达到一个合作的关系，你们可能会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你们可能会有一些理念相互重合了之后，会想要以此为根据，重新的展开一个新的计划，一起去创业。或者是呢，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会提到他有一个已经成型的计划，和你的兴趣点呢，可能也比较吻合。那么他也可能会问你要不要加入其中，这边可以看到啊，他会向你伸出一个橄榄枝，那么他给出的这个 offer 呢，可能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因为这边我们看到呢，可能在之前你想要创业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凭借着本能和直觉去进行决策的。但你会遇见的这个人呢，他可能在经营的方面会有比较多的经验，有比较多的资源。如果跟着他一起合作的话，或许你会学习到怎么样用更为 professional 的方式去经营一个企业。可能你会学习到怎么进行市场调研，了解大家的需求，然后根据以此再做出规划，然后怎么去推广自己的商品，怎么样分析，这样的一切的东西，在你经过了系统性的学习之后呢，对你在进行自己事业的创立会更加有所帮助。之前呢，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做出合适的事，导致了你们的收益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所以呢，跟着一个有经验的人，有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然后做的也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应该说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呢，这个人他比较有可能是你事业上的贵人，通过跟他的相处呢，你可能可以获得一个工作上的机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宇宙还有什么样的讯息要给到我们第四组的朋友们呢？这张玫瑰神谕卡 Held Sureness of the Soil Unseen Help Support Community。所以在这张牌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个看不清楚面孔的人，在很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个种子。这其实也有点对应到了刚才占星骰子的能量，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 unseen help，一开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会跟他有一个从他那里得到一个潜在的机会的这样一个对象。有可能呢，你们很久之前就认识，对方对你有不错的印象，或者是呢，在你们相遇的时候，我们从之前看到比较有可能是在一个庆功宴上，然后对方喝醉了，你很细心的照顾他，把他送回家了之后，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从而呢跟你加深了了解之后，向你提供了这个比较棒的 offer。这也是在说明呢，很多时候我们一些很小的善举，可能也会为我们结下一些善缘。另外呢，这一张牌也是在说，
我们始终要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支点来自哪里。像比如说家人，他们总是无私的付出，无条件的支持着你。那么在你想到他们的时候，即使你面临了失败，你也很希望能够振作起来，然后努力的去尝试着能否东山再起。所以呢，当你明白自己内心深处有着这样的一个支点，其实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很可能还有很多的人能够为你提供帮助的时候，或许你会更加有信心，对于下一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去重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事业。最后，再让我们用塔罗牌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建议要给到我们第四组的朋友们。星币骑士、皇帝的逆位、宝剑八逆位、Page of Wands。所以这边呢，可以看到第四组的朋友们，你们是很有能量的、很有能力的一群人，但是可能目前的时机呢，还并没有达到你可以去创建一个新的王国的程度。你们还可能在你想要创业之前呢，你还需要经过更多的学习，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做出一个更加脚踏实地的计划。因为在你之前的那一次经历之中，或许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你的积累还不够充足，就贸然的开始了行动，所以才导致了收益不佳的状况。而目前呢，这边宇宙希望你可以重新的制定一个更加完善的计划，并且你需要知道，在这一个自己独立的去经营一个事业的过程之中，你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那么宇宙已经安排了这个人和你相遇，或许他是给你一个 offer，让你有一个新的工作。这个工作他可能并不一定像你所想的，就是自己当老板那样的一个状况，可是他却可以让你学习到怎么样去管理和经营。那么在你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之后，再开始属于自己的事业，是更为好的一个选择。这边呢，也是在提醒你不要被自己的想法所困住，因为可能你会想的比较极端，你可能会觉得为别人工作就是永远都是打工，没有任何的自由，未来的前景呢也很难去预估。可是，如果你总是被想法所困扰的话，被那些带来不良感受的情绪和思绪遮蔽了眼睛，或许你可能会盲目的采取一些方法不太正确的行动，然后就导致更多的失败。所以宇宙会给你的建议是要谋定而后动，厚积薄发。你需要经过学习，即使是在为别人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学习他人是如何的管理企业，如何的进行了解市场的需求，进行一些定位，很多的东西都能够在你为别人工作的过程中观察学习而得到。你做出了具体的计划，你有了系统性的知识之后，再用这些知识去进行自己的创业，这样呢，或许你就会收获不一样的结果。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第四组的朋友啊，你们是很有物质的追求，也很有行动执行力的一群人。你们的执行力和学习能力其实都是很强的。有很多人，他们虽然说着不喜欢打工，可是他们却没有那个魄力放弃工作而去进行创业。但是你们有这样的执行力和决心，可是你们欠缺的只是稍微的更多一点的学习和积累。如果你们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把这一点补足了之后呢，相信你们一定都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好的，今天的读牌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第四组的朋友，祝你们能够健康平安，能够收获自己想要的丰盛。最后呢，如果喜欢我的解读，可以考虑点赞、订阅支持一下。那么我们下次再见。